为什么中国人一被批评就立刻跳脚？为什么我们总是讳疾忌医，哪怕真相就在眼前？当博洋先生说丑陋的中国人时，引发的不只是愤怒，更是撕裂。有人感激他的棒喝，也有人指责他不懂儒家。可是我们究竟是在捍卫文化，还是在逃避反省？40年前的一场留学生论战，至今依旧刺痛人心。今天我们继续读《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让我们听听那些丑陋背后的真声音。今天读到的是博洋余波的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我们还可以做个好儿子。执笔者江周峰先生，文载1984年10月8日爱荷华大学中国同学会会讯。博洋先生9月24日晚上在 OIES 以丑陋的中国人为讲题，吸引满堂的听众，是我少见的中国同学聚会盛况。博洋先生在整整1个半小时的演讲中，细数他所经历过的事实，中国人性的丑陋面，像没有自尊，只有自大或自卑，缺乏团队精神，像日本人所有的团队精神，天生恐惧感，太狭窄的胸襟，缺乏鉴赏力，内斗等等。我也特别注意到博洋先生用膨胀 swelling 的传神。我查了一下， swelling 的意思是 a part of your body that has become bigger because of illness or injury。 我们很感激有朋自远方来，像父母般地给我们这群海外游子耳提面命，给我们一个深深反省的机会，不是闭门思过。的确，我们听太多奉承的话了，我们需要这样的棒喝。博洋先生以他史学家的眼光总结中国5000年的文化经验，包括台湾、中国，说了几句惊天动地的话。他说，归根究底，这些丑陋的中国人性是因为中国文化里有一个根深的毛病，而这毛病不是别的，正是我们从小奉为圭臬的儒家传统。我没读过多少史书，涉世不深，但与其说这样的论断太有革命性，不如说太过大胆，太过大胆。博洋先生的语调充满了无奈的宿命观，认为身在这种环境的中国人受到这种丑陋的文化侵蚀，身不由己，就好像我们不能选择谁当爸爸一样。是的，我们诚然不能不要一个丑陋的爸爸，但我们还可以做个好儿子。博洋余波，执笔者南日先生，文载1984年10月8日爱荷华大学中国同学会会讯。博洋先生在9月24日的演讲中，把整个中国人性的丑陋面全归因于儒家传统。如果一般人这样讲，一点也不奇怪，反正丑陋的中国人总是喜欢人云亦云。然而以深研中国历史的博洋发此议论，不得不令我讶异。打倒孔家店已经是60-70年前的老调，除了毛泽东为了造反有理把他借尸还魂之外，在近些年的知识界已经不兴这一套了。我不是说不兴这一套就代表这一套不对，但是至少代表知识界在激情的运动革命行为之后，冷静理智思考的一种成熟表现。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其社会、历史、人文的互动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任何人想用一句简单的口号或单一的原因来解释所有的现象，都过于武断。逻辑上的全称命题在现实世界中根本缺乏经验意义，更何况五四运动的时代价值不在于它是否为中国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而在于它提供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反省的动力。事实上，在54时期，批评儒家的人根本就不一定懂得儒家，孔老夫子只不过是革命行动中作为争取群众的替死鬼而已。儒家是不是该为2000多年来的中国所有的罪恶负责，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除非真正是研究儒家的内在精神，再加上了解历史的外在情境，否则很难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我认为博洋先生只在历史的外在情境上打转，不了解儒家的真精神，所以把很多不是儒家的东西当成了儒家。事实上，这就是一般治史而不治思想的知识分子所犯的通病。我建议博洋先生研究一下余英时先生的历史与思想，以及熊十力先生的原儒，也许对什么是儒家会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否则像博洋先生这么知名人士，连定义都搞不清楚，就拾人牙慧，大放厥词，岂不是又替丑陋的中国人添一脚注？熊十力先生是民国以来相当有功力的思想家，当然这和相当有名气的思想家有很大的差别。余英时先生是目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领航人物，他们两人都共同认为，儒家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历史政治舞台上以其真面目出现过。熊先生认为儒家经典迭遭篡改，余先生则指出，中国2000多年来所实行的根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这种阳儒阴法的政治制度使得儒家背了2000多年的黑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比较相信严谨的学术性论者，而不相信情绪性的判断、街谈巷议的率耳之言。没有人会责怪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幼稚见解，但是人们可以鄙视他要求别人对他政治见解的欣赏，也和他在科学上的成就一般的态度。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懂所有的东西，不懂就不要说，这是对自己诚实，对听众尊重。如果博洋先生只想当杂文小说作家，我没有什么可建议的。但是如果想严肃地谈论儒家传统这类话题，我建议他应多读点学术性书籍，以免有不惜羽毛之机。也是丑陋中国人余波，执笔者余波先生，文在1984年12月22日爱荷华大学中国同学会会讯。中国人有一个特性，就是讳疾忌医，其他种族相信也许更严重。我不是研究人种学的，也不搞统计，无法提出这方面的证据。博洋指出中国人的种种丑陋点，正是冒犯了这些人的大忌，难怪要挨骂。再说他一下子骂了上万的人，也活该被骂。上一期会讯里骂他的人是个后生小子，年龄也许还不及他老人家岁数的一半。这种不怕权威的精神是颇令人赞赏的。只是纵观全文，南日军所提出的批驳博洋的证据只是熊十力和余英时的论点。他说熊十力先生是民国以来相当有功力的思想家，余英时先生是目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领航人物。就凭一个有功力，一个领航，他就无条件地接受他们的看法，利用他们的看法去批驳别人的见解，这不是又犯了迷信权威的毛病吗？熊余两人是何许人物，恕我孤陋寡闻，连听都没有听过。幸好我不是研究哲学的，二不搞史学，三来身份属东南亚华侨后代，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了解不深入，按照不知道就不要说的原则，实在不该写这篇文章。只是我觉得南日军的火气旺了点，口气也很大，缺少儒家敬老尊贤、长幼有序的作风，因此忍不住要说几句话。儒家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历代政治舞台上以真面目出现，儒家经典迭遭篡改，这些论证的提出并不需要有太大的功力，只要对中国历史稍有点涉猎的人都懂，也非常有说服力。至于余先生指出中国2000年来实行的根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这个论证，就太玄的叫人难以相信。不知南日军能再为文解答其中玄奥之处吗？我读过的学术性书籍寥寥可数，不过有关中国文史的杂书野史倒是看了不少。据我的粗浅认识，中国不是没有民主的传统，尧舜禹汤实行的公天下就不会输给现代的民主选举制度。春秋战国时代是个自由风气鼎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那种民主精神实在叫现代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后来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的民主就被锁进冰箱里了。一直到共产党夺取政权，中国实行的就一直是只有人治没有法治的封建主义法统，统治者高高在上，小民匍匐在下，听命于英明伟大的领袖，三呼万岁。20世纪后半期，民主思潮大行其道时，却硬是打不开中国大门，统治者假民主之名行封建之实，小老百姓似乎也习惯了，只要给点甜头，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当顺民。儒家思想在维持这种封建道统所起的作用实在不能低估。我说的是外行话，只希望能抛砖引玉，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实在没必要教别人闭嘴不说。我很怀疑南日军在教博洋先生珍惜羽毛，回去多读学术性书籍时，有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对方是不学无术的。
没读过熊十力、余英时这些人的大作，就觉得这一老一少看法的分歧，除了意识形态的差别外，还有代沟的问题存在。年轻一辈虽然也知道中国人近几十年来所受的种种悲惨遭遇，但不是亲身经历就无法愤怒起来。假若南日君也曾经历过博洋先生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也许在鞭挞中国人的缺点上会更激烈吧。博洋先生也许太偏激了一点，但爱之深责之切，我们能怪他吗？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实在该猛醒了。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要背井离乡、寄人篱下？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人才要储才禁用？为什么东南亚的华人会一而再、再而三遭受排华的厄运？为什么中国政治上的民主老是遥遥无期？为什么党国老是不能分开？我们这些深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能不负起一些责任吗？一点感想，执笔者金生先生，文载1984年10月22日爱荷华大学中国同学会会讯。博洋先生谈到丑陋的中国人，还包括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海外中华人。我想以一个海外华人的身份讲几句话。东南亚地区是当年清末民初中国人大量移民的重点之一。随着华人的南移，华文教育也在各地开花结果。很多第二代华人虽是土生土长，但从小接受母语教育，深受母族文化的熏陶。殖民地教育政策的一大缺点就是让你可以认宗，可以自由接受母语教育。于是我们在30岁以上的，从小还是把中国当祖国，向往神州大地。当年中共宣传的海外华侨心向祖国，并不是完全捏造。想当年在50、60年代，我的遗属兄姐辈，多少热血青年曾为祖国的解放而欢欣鼓舞，以为中国从此脱离苦难，中国人民从此翻身解放了。为了响应建设祖国的号召，多少青年远离父母弟妹，回归祖国，更有不少满怀理想与革命热情的青年，抛弃温暖的家庭，潜入森林，坚持斗争，为响应共产党的解放全人类的口号而牺牲一切。文化大革命时，我们相信了大陆电台的瞒天大谎，我们相信了被欺骗的外国记者的报道，我们偷听大陆的海外侨胞的广播，暗中为文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而高兴。我们拒绝一切反面的报道，大家怎么也不肯相信一个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人民政权会做出任何对不起时代、对不起人民的事。然而历史无情，血淋淋的现实证明了我们的幼稚冲动。当美丽的外衣被一层一层剥下来后，海外华人的心都凉透了。是幻灭，彻底的幻灭。多么重大的打击，多么叫人心灰意冷的残酷现实。不但失望，而且绝望。那些回归的侨胞青年，那些坚持斗争的年轻人，都成了时代的牺牲品。那一代三明治型的海外知识分子，既失去了认同的目标，又难以生根落地，他们又岂知是无根的一代。于是多少人消沉了，多少人自暴自弃，多少人变得自私自利，只为个人的利益打算，多少人变得冷酷无情。历史是什么？有时历史只是一页页可怕的谎言。不是中国人生性丑陋，他们光辉的一面往往被历史、被统治者、被权势摧残殆尽，而只剩下丑陋的一面。不如此，他们活不下去，或者活得很辛苦，他们变得面目可憎，背后往往有一段辛酸无奈的遭遇。在这个可诅咒的时代，我们这些有幸留洋、有幸出来呼吸西方自由民主空气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为我们的民族做点什么切实的工作，大家说说吧。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分享了《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所引发的余波，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